我最近跟身边的朋友聊天，最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是 AI 会写、会画、会编程，将来人类的创造力是不是真的没那么值钱了？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让他们从小用 AI 吧，又怕他们什么都问 AI；不让他们用吧，AI 已经无处不在，将来怕他们会掉队。我没办法预测未来，但我一直在想，AI 可不可以帮我们培养孩子的创造力？所以我做了一个工具，不是让 AI 替你讲故事，而是让 AI 陪你和孩子一起编故事，孩子从听众变成编剧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做这个，怎么用，也邀请你一起玩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，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。我一直喜欢跟孩子一起编故事，但每天晚上我们家长已经累了一天，还要陪孩子编一个故事，很多时候有心无力。所以我做了一个工具，让 AI 当那个永远不会累的创作伙伴。我给这个网站起的名字叫《1001夜》，借用一下古老的传说，也是我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套故事书。原本的故事里是一个叫山鲁佐德的女孩，每天晚上给国王讲故事，这样就不会被处死。虽然有点黑暗，但这其实是人类最原始的讲故事的方式，它就是编，不需要拿着一本书去讲一样的内容。希望现在有 AI 能帮我们复原到那种讲故事的状态，让每个家长都可以做山鲁佐德，讲1001个不重样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 demo 一下。打开主页，看到的是很多孩子熟悉的角色，有适合很小的孩子的佩奇和 Bluey，也有很多迪士尼的人物。我还加了一些宫崎骏的角色，像龙猫，还有咱们中国的形象，像哪吒，全在里面。最好玩的地方是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来自不同的动画、漫画、故事，甚至是东方西方的不同的形象，都混在一起，在一个设定的情境下面互动。孩子们会觉得这些角色更熟悉，虽然你每天讲的内容不一样，但里面的角色是他们认识的。那我们来选一个组合，我们选 Elsa 和 Maui。下一步是选主题，这里面有一些预设的场景，有些是孩子日常经历的，比如尝试新食物、第一天上学，或者他们学新东西，像是学骑自行车，还有随着他们长大会经历的一些事，比如掉乳牙、迎接小宝宝，或者照顾小动物。每个主题背后呢，我都给了开放式的 prompt，让 AI 把这件事编进剧情里，自然而然的发生，而不是讲道理。当然也可以加自己的新的主题。那我们今天就选一个迎接小宝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选一个模式。第一种模式呢是从头讲到尾，整个故事都会生成，可以选5分钟或者10分钟。我们来试一个短的。故事生成之后呢，你可以让它选择自动朗读，或者呢，也可以爸爸妈妈来读。好的，但 AI 的人声现在其实做的也很不错。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其实有他自己的特点，比如说猫宇拿着一个很大的鱼钩，Elsa 会用一些冰的魔法，还有每个人说话的感觉也更像是他本来角色的样子。猫宇会说不用谢，这是他的一个口头禅。那喜欢这个故事呢，可以保存起来，以后再回去找。不喜欢呢，还可以换一个。那我们把它保存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个模式。那我们回去再看，还有一个模式呢，是一起来编。故事讲到一半呢，会停下来，给我们一些选项，或者呢，也可以自己输入一些选项，真正去跟 AI 一起去编这个故事。选完之后呢，AI 会接着往下编，把这个选择揉进剧情里面，影响之后的发展方向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好，正在融入故事。好，接下来的故事就生成了，根据我们的选择。每次的故事都会略有不同，喜欢的版本呢就保存下来，下次再回来还能听同一个版本。
最后呢，说几个细节。这里可以切换中英文，还可以切换主题，夜间和白天。我很喜欢 Dark Mode 的这个颜色，是午夜蓝的背景，适合关灯之后讲。OK，我做这个网站的初衷呢，就是想把睡前故事从家长的一个负担，变成孩子和大人可以一起玩的活动。网址我会放在留言里，目前是免费注册，每天有一些故事的额度应该够用。有兴趣试一下的可以点个赞。如果你们用的习惯或者有什么建议，可以留言，我会一直迭代这个产品，也会不定期的送一些 subscription， 可以生成无限量的故事，也有更自然的语音可以讲故事。光听我说不算数，今晚来跟我家孩子试一下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讲故事的一个工具。选故事里面有谁，这就是爸爸经常跟你编故事的时候会用的，会我们自己想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跟他一起编，所以故事里面都有谁啊？可以选2个人，可以不同的地方来的。你想选谁？佩奇。选佩奇跟 Bluey。看看他们一起会怎么样？想来一场什么样的冒险呢？尝试新食物，睡觉。是新的新食物。好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一起来编吧。好了，故事开场了。那等，好，开始了。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洒在桌子上。Bluey 正忙着把积木垒成一座高塔，佩奇坐在他对面，手里摆弄着他那双红色的鞋子，笑得脸蛋红扑扑的。接下来呢，有几个选择：佩奇抓起一根胡萝卜，大口大口地咬；还是 Bluey 把那盘绿球端起来，大声地喊：“爸爸，这东西变个身吧！”还是佩奇盯着那个绿球看了一会儿，轻轻地用小叉子把它切成了一小块。哪一个呢？第二个，这个吗？我们来等一等。真的太好吃了，这就是森林里的宝藏嘛！2个小伙伴很开心地把剩下的宝藏分着吃得干干净净。这一天过得可真棒呀，连晚风吹在身上都变得软绵绵的，暖洋洋的。故事讲完了。每次你看，每次我们都可以选不一样的角色，然后可以选不一样的主题，就是他们一起去做什么事情。你看前面还有好多呢。飞机掉乳牙，你很快就会掉了，可以到时候去讲。滑冰就是你现在的那些乳牙会掉。滑冰学会道歉。滑冰我很喜欢滑冰。还有迎接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。你想一起来编，还是还有一个是可以从头讲的一个完整的故事，不用选的？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你想听爸爸讲还是他这边讲？好的，我们来试一下爸爸选的这个声音，像一个大孩子的声音。来，我们来听吧。